两款布料跟那个珠珠我都没有洗，很合，不错，很有样子，哇，好有气质哦，它还是好高哦，做了个截图，完成了，完成了，试穿一下，到底 O 不 OK 呢？哦。啊，好可爱哦！这边做了一个高低落差，但确实还是有一点碰到皮肤的时候，还是有点粗糙的感觉，有点像比较细致的菜瓜布。还好里面有多这一层，不然应该会很不舒服。好喜欢呐、里面搭蓝色的好像也可以耶！啊哈哈！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把另外一边缝好。耶！侧边这边收的方法，我是用 Hong Kong Finish 来做的，就是缝在1.5公分的地方，正面对正面，然后内侧的部分内卷，里面摸起来也是平的。还不错，还不错。虽然说材质不是特好，但这件完成了。哇！昨天想说的来打薄一下，因为太热了，剪一剪又变这样，又变成这个长度，还可以接受啦。但就是本来想要留长的，结果不小心就又失手了，整个琉璃台上面全部都是头发。今天才要开始来做衬裙的部分。昨天有2个想法，就是要用比较舒服的那个布。网格布、网纱来做大部分的，然后要做2层比较坚固，然后做细肩带，下面的部分再用有亮片的 tutu 比较硬挺的那个纱来做。然后有2种想法，一个是就是做很多方块巾拼接在一起，拼接在那个细肩带的内层上面。第2个想法是把它做成一个长方形，变成抓皱的样子之后，再缝2圈上去。我不知道呈现的效果是什么，但我现在比较倾向第一个，因为这一件洋装跟这一件内衬，它已经有太多的那个很明显的水平线了，就是切割的非常一层一层的感觉，会显得让我更宽。现在我只要确认它的3围还是符合我现在的需求，然后确定我要的长度之后，我就可以剪下第1层了。Let's go！ 我就很快的把布料全部剪裁出来，然后用法式缝边把侧边先缝起来，套上人台看看。哦，对，我还要做肩带。我想一下，希望不要再想太多。然后这里我全部都是用法式缝来处理，就是先背面对背面缝在0.5公分的地方，然后再反翻过来，所以是正面对正面的状况下，再缝一条0.5公分边上的线，再就是法式缝。我现在突然觉得好像不应该做成洋装的形式，应该就直接做长裙就好了。因为要处理细肩带的话，就代表一定会露出来。我这个领口没有处理好，这边又多一条线的话，感觉超复杂的。虽然说会被那个盖住，但是只要不知道就觉得好像现在觉得又不用。我其实还有足够的布料再去做一个长裙，我甚至还可以做2层，这样就可以免除就是细肩带如果没有办法承受2层的布料，要再加上一大堆抓皱的东西在下面装饰的话，对。我可以做长裙就好，用松紧带维持在腰上，然后可以让它承受更多的重量，又不用担心细肩带在这里的状况会影响到我穿上衣的那个裸露的感觉，不会就是感觉好像太多东西脏掉了。对，我2个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布料其实是够的，而且其实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害怕剪布料，这布料真的蛮便宜的，我就当做一边在尝试，一边在学习。如果有好成果，那就刚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1买1块钱可以再去买。我要踏出我的舒适圈才行。好像可行性比那个高。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把它做出来？又在做梦。快点啊！很心急啊！蒸嘞，我在蒸泥呢。我每次都在网络上学一些有的没的。最近看到的是这个松紧带在重叠交叠缝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特别的厚，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下面放一块底布，然后上面就用之字形直接拼在一起，所以就
完全感觉不出有任何厚度的变化。然后等一下就只要把这块布料剪掉，它就完全摸不出来，然后感觉也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摩擦的感觉，是不是不错啊？昨天晚上缝上去了，然后外面再多缝了2条固定的线，里面可能会让腰部的地方有点不舒服，但是不至于比这块布料还差。感觉好像可以耶。眼睛需要适应一下这个视觉效果，我觉得可能到这里就好了，不需要到这么长。这边往上翻了一下，想说这样就可以直接调整长度了。然后来试试看到底要怎么摆才是我可以接受的样子。这个材质真的蛮难掌握的。下摆的地方可以用2层，2层会不会太蓬？而且它垂坠感不是很 OK 耶，好像没有那个效果。它太硬挺了，它没有那个任何可以自己折起来的垂坠感，不像原本这一块布这样子。应该就是要做这个抓皱，要长的时候就放开，要短的时候就把它卷起来。剩下来的布料也很刚好，可以让我剪裁出臀围的2倍宽的上半部，然后下摆是臀围的4倍宽。做最下面这一层。接下来就是全部都用发饰缝把它们全部拼接在一起，再来就是要把下摆这边的上缘全部抓皱，然后拼接缝到上面这一块裙子的下缘，抓皱之后用发饰缝缝上去。刚吃完午餐了，这间一定又会让我中暑到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已经连续好几天都这样了。虽然外面是有点阴阴的天气，温度也没有说特别的高，但是就是会闷到中暑。所以现在的状况，我也没有办法继续，晚上又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光线来录影，所以然后外面又很吵，所以我尽可能跟大家更新。最近录影的状况就是一直不是很顺利，但就先这样，有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这是现在的状况，我已经尽可能的把它。外面真的超吵的，这个做完之后就可以缝到这个内衬上了，希望顺顺利利。好的，你可能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昨天晚上我把这件缝好了，下摆的地方没有特别收边，把上面的边缘我是用一个特殊压脚往内翻折2次，直接缝1条线就可以缝合起来，就可以缝5000颗珠珠。对，真的快做完了 ，Let's go， 缝好了，然后全身上下现在全部都是亮片，缝纫机里面应该也全部都是亮片，就是想要好看，然后又怕麻烦，这个心态真的是太不可取了。看一下，怎么那么可爱，好像小朋友，不是我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尽力就好了。接下来就是5000颗珠珠了，各位，5000颗，这里应该有9000颗，然后这里面全部都是亮片，怎么办？这里也是。来看一下我可以花多少时间完成。现在是星期六的下午4点。哇，又掉粉丝了吗？哦，好晕。是一个全新的一天，然后昨天花了2个小时左右缝了这一条 ，and I decided that I hate it。会不会讲太大声 ？Yeah， 不喜欢。我觉得我应该要重来，才不会一错再错，错得更离谱，更不喜欢。全部像这样子缝在一起的话，就会失去原本我想要的那种星空的感觉，它就只是一条亮亮的东西而已。花一点时间把它拆掉，来看一看所有面积大概是多少，然后如果我有7、8千颗、9千颗的话，要怎么分配？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后面新买的布料。好的，又是全新的一天了。外面在施工，可能会有点吵。昨天做了一部分，然后就跑去煮饭了。今天希望可以完成绝大部分。然后因为缝这个就是非常的不用动脑筋，所以我就是在开始构思下一个 project 要做的东西。目前已经确定好了，我会缝一个跟我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的东西。原先的想法是
万圣节，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万圣节对于做手作缝纫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可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么做。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我要去的场合，然后就会觉得没意思，做那些东西没意思。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他们会自称自己是女巫，然后我这个女巫朋友呢，她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我把她的链接放在下面，她蛮厉害的，她做很多首饰，就是她会去批发水晶，然后自己去做成耳环、项链、手链跟戒指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想说，如果我想要挑战的话，不如就直接把要做的东西设定成要送给他的，然后我就联络他，然后问他说愿不愿意让我帮他设计一些东西，然后缝一些礼物给他。他就说好，他说他也想要做一些东西回送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窝心哎。他还跟我说，就是我的这个提议让他非常 inspire， 然后他就马上开始着手进行，就问我去他店里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我找了一个比较低调的，我想说不想要太麻烦他，怕做得太复杂。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结束之后就会开始进行万圣节的那个设计。我大概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因为他喜欢的风格蛮明确的，他还传了设计图给我。接下来几天就是不断的一直缝，中间还跑去北加还有 Yosemite 玩。回到家之后休息了1-2天，然后又继续缝，继续回来面对这个猪猪的挑战，然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缝法，然后加速了这个进程。我以为会先把猪猪用完，没想到是先把线用完了。昨天晚上努力了一下之后，终于看到终点线了，才有点后知后觉的原本的方法太慢，而且太没有效率，而且用掉太多的猪猪，密集度太高，然后线也比较没有规则，也回不去了，所以也就只能一直这样子埋头硬撑下去。猪猪大概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刚刚好用完，但现在没线，要么就是要去找线，要么就是这样就好了。老实说，我真的很想要这样就好了。Who's gonna care? Nobody's gonna care but me. It's not like it's going to be a perfect product for me to sell or anything. I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with it. It's just a mindset of unfinished, undone. 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应该有这个义务把它做完，没有做完的话就觉得好像违背了自己的承诺。I don't know. 在缝的时候就是刚好在一个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做的，所以中间又停顿了大概有1个礼拜半没有做吧，又越拖越久，又到那个 loop 里面。我给自己一个周末，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天，如果明天没有找到的话，星期一我应该就直接录影了，不等了。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一边缝一边哭，一边想东想西的把它完成到这个状态，我觉得已经够了。很想要离开这个魔咒，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这样为难自己呢？摩羯座，为什么呢？好啦，我知道不只是摩羯座，我只是刚好太阳上升全部都是开创星座。我知道开创星座最近有一个新坎要过，新魔要过。那天去买菜呢，刚好经过大创，我想说进去找看，结果真的找到了，而且还比 Amazon 上面便宜5倍。Amazon 上面一卷10块钱，然后还找到了我之前想要找的这个裤子的勾勾。在缝猪猪，只有2只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要把这一包用完了。哇，我应该回去看一下我下去的那一针是几月几号，我真的觉得过超久的。然后中间我还出远门去旅行，然后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重复的事情做这么久了。我想要赶快做下一个 project。我觉得你们应该也很想要看到这成品，然后赶快 move on。Talking about moving on, I'm gonna challenge myself to speak as much English as possible, and hopefully
it's not going to give me headache when I am putting up subtitles. It's just not me. I like challenges. I like do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this is just getting too old for me. 老实说，我其实对自己讲英文没有太大的自信，大家就蒙听的喝。然后今天早上我其实去上，本来是要去上一个健身课程，结果迟到了，然后他就不让我进去上课，真的是低估了开学之后的车潮。好，希望今天就可以结束。我真的只剩下多少？我今天努力了很多，我现在只剩下这一片，哇，什么都看不到，我就剩下大概2只大腿的宽度，我的大腿，这样就可以结束了。那一天，Joanne来找我吃饭，然后才终于试穿上去，从开始做到现在第一次这样穿上去看。我发现如果真的没有这样子看着半成品或者是看着成品的感觉的话，真的很容易就失去焦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真的也有类似的经验。然后穿上去之后，Joanne觉得就是单是这一件就够了，他觉得做过头了。老实说，我真的好像几乎有这么几次做比较长的时间的时候，都会遇到身边的人这样跟我讲，就是这样就够了，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是不是有一种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感觉？而且我每次做到一个步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记得要试穿什么的，结果反而自己在做的时候都没有记得去这么做，真的是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整个大局上的，应该也没有到大局啦，就是心境上的一个挫折感。会不会其实养宠物、带小孩这类型的，就是不像是一件作品，就是好像是人生的一个责任的时候，就是容易有这样子的迷。真的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事，就很像是初创这个频道一直到现在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走到了5000多个订阅的今天，结束了5000个粉丝，你们被我缝到裙子上了，听起来有点可怕。做频道真的很像缝着猪猪的感觉啦，一个一个找到喜欢我的人，喜欢这个制作内容的你们，需要琢磨的时间、精力跟精气神这些东西，就跟缝上5000个猪猪一样。每到一个里程碑，不免就会回忆过去，想到初衷。这个频道本来是要记录我在国外的留学生活，然后慢慢变成了人气，慢慢变成了一个裁缝的学生，然后变成可以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新学到的一些技能。大家就一边看成果一边听我讲就好了。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观众的新的留言，他说他去上了裁缝课，大概有90%都是裁缝老师缝的，他就觉得他自己碰的东西很少，只有最后的手缝的部分是自己完整的去做完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学裁缝真的是有点可惜了，裁缝就是要全身投入，你的脚、你的手、你的头脑、你的眼睛都在这上面的话，你这学习的过程会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快，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学骑脚踏车，也是要自己骑，要学自己拿汤匙吃饭，学自己走路，也都是要自己的全身投入才有办法做到，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技能。裁缝真的很好玩，你不一定要变成世界上最会骑越野车、脚踏车的人，你也不一定要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是你也一步一步的找到自己的方式，学会骑那台脚踏车，学会走路，学会跑步了。我相信你的老师的介入也一定是因为时间的压力，让他觉得这样比较快，这样做比较好，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好的，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5000的订阅。哇哦！现在身上有5000个，应该是5000到10000个小猪猪，一颗一颗缝上去的小猪猪，代表我对你们一个一个的感谢。谢谢大家这过去的几年来的支持，还有最近的留言跟打气，还有祝福，希望我们这个频道继续成长。好啦，这一集真的拖了蛮久的，这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但整个过程中就是一段还蛮自我折磨，但是同时又充满疗愈，然后充满感激的心情。希望大家从中有学到一些什么，或者是感到一点点对你们的感谢也好。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好久没有这样子催促大家了，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